一上高铁，我就迫不及待的跟网恋对象发了消息：宝宝，我上高铁了。大概2个小时后，对方回得很快：注意安全。就是这语气吧，有点冷漠，跟以往聊天时的黏人样完全不同。但这个时候的我被面积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以为对方只是因为马上见面而太紧张了。毕竟他是大3学生，跟我这种职场老油条肯定是不能比的，便没有在意。无比激动的我没忍住拍了张窗外的风景，发到微博配字，马上跟网恋小林面基。成功了改名叫爱上啤酒，失败了叫讨厌啤酒。2个小时后揭晓答案，原本以为这条微博没什么人看，结果2分钟后底下出现了无数条评论。来个语文课代表细说一下爱上啤酒的上字是什么词性。关注了，没后续我就过去让你变成0，我瞬间涨粉快破万了，搞得我有点汗流漾背了。就这样，我背负着无数网友的期望来到了网恋对象周野的城市。一出高铁站，我就看见一个黑皮肌肉猛男举着接李念宝贝的牌子。很巧的是，我就叫李念。我傻眼了，僵在原地，不敢置信的目光一寸寸划过对方那健硕的肌肉，最后发出了来自虚弱社畜的疑惑：这是我那连麦时软软喊宝贝的对象？我感觉我能和他3-7开，他3拳，我头7。我心情忐忑的走了过去，小心翼翼的试图去牵他的手，打算喊个宝宝，对个暗号。结果他冷着张脸扭头就走，只留下一句：跟上，往上高冷就算了，为什么见面连牵手都不行？他不会是没看上我吧？就这样，我委委屈屈的跟在他身后。到了地下室的车前时，我实在憋不住了，一把拽住了他打开车门的手：宝宝，你见到我不激动吗？为什么不跟我牵手，也不跟我抱抱？那我们曾经的山盟海誓算什么？黑皮猛男震惊的瞪大了双眼，留下了2个字：神经，然后逃也似的跑到了驾驶座，留我在原地黯然神伤。就在这时，一个戴着口罩和黑色墨镜的男人从后座窗户探出了头。就在我感叹这人一头红发真帅的时候，他用骨节分明的修长中指把墨镜勾了下来，露出一双满是怨气的黑眸，定定的看着我，语气幽怨：哟，我都有点磕你俩了。好熟悉的声音。等等，这个好像才是我的网恋对象，刚刚那个好像是他的司机。我上了车，尴尬的搓搓手，哈哈，我就开个玩笑啦，宝宝。周也哼了一声，随即毫无预兆的轻身凑近我，吓得我紧贴车座椅，结巴了：还有人呢？啊，原来是要帮我系安全带啊。周也轻笑，抬眸看向我，意有所指：不然呢？你想我做什么？以为是要亲亲的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想。周也笑了笑，没说话，取下了脸上的墨镜和口罩。一张帅得很有侵略性的脸强势闯进我的视线，配上那张扬随意的红色背头，显得又野又痞。我愣了一下，忽然觉得他好眼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就在这时，车子开出停车场，车窗外巨大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上面的代言人跟我眼前的男人重合。你是那个顶流周牧野？你不叫周野吗？你骗我！他轻咳2声，没了刚刚的自信，直接低头认错：对不起宝贝，你听我解释。我沉默了，主要在怀疑自己什么狗屎运竟然能网恋到顶流。但周牧野以为我在生气，立刻主动牵上我的手，强势的与我十指相扣：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就害怕我说了你会被吓走。而且周野这个名字不是编的，我户口本上就是这个名字。周牧野是艺名，他说着就要掏身份证给我看。看到他那慌乱的模样，我不禁冒了一肚子坏水，随后故作伤心的按住他的手，45度抬头仰望车顶。别解释了，我不想听。周牧野顿时僵住，费心费力的哄了我一路，最后差点把银行卡号都说了出来，吓得我紧急避险。闭嘴！不许说了！周牧野愣住，以为我在凶他，随即一撇嘴，委屈巴巴的
姨拉着眉毛看向我，眼眶也红了，汪汪的眼泪蓄在眼眶欲掉不掉。不愧是演员，这一下子给我整心软了。如果不是他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的话，我应该会直接亲亲他。是的，这小子比我高。我崩溃了。毕竟我找对象在外形上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不能比我高，不然我总感觉自己会被反攻。眼看着我郁闷不说话，到了酒店重新把脸包裹住的周牧野拎着我的行李箱，小心翼翼询问：怎么啦，宝贝？是不喜欢这个酒店吗？没，很喜欢。我赶紧笑了笑，压下心里的崩溃。毕竟我总不能直言你比我高我不开心吧。就这样，我郁郁寡欢的跟着周牧也进了提前订好的总统套房。结果刚进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按在门口。下一秒，他利落的扯下墨镜口罩就要吻我，给我吓了一跳，直接用食指和大拇指把他的嘴巴揪了起来。你等等。他疑惑的眨了眨好看的眼睛。我为难开口，要不熟悉一下再亲。刚见面不太好吧？实际上是我还有点接受不了网恋到的小林比我高半个头这件事。周牧也乖巧的点头，放开了我，贴心的问我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我慌忙摇头，想着到底怎么办。就这么尴尬的聊了快2个小时，嘴都聊干了。周牧野那双眼睛一直眨巴眨巴的看着我，像只等饭吃的大金毛，看得我心里发慌。最终我看向壁橱里的红酒，心一横，喝个酒吧，说不定借着酒劲我就可以没有负担的说实话了。但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我酒量巨差。喝了没2杯，我一下扑到他怀里，开始哭泣。你长这么帅就算了，为什么还这么高啊？周牧野摸了摸我的脑袋，贴心安抚，还好吧，没有很高，也就1.93米。多少？我哭得更大声了，1.93米。我受不了了。你这么高我怎么做揖啊？我要对不准怎么办？突然上高速的话让周牧野愣了愣。很快他反应过来，哭笑不得。你不会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不开心吧？不然还能因为什么？你又高又帅又有钱，我还能挑出什么毛病吗？周牧也被夸得勾起了嘴角，正想说什么，我却抬手摸了摸他的唇，嘴巴看起来也这么好亲。他僵住了，垂眸看着我，语气诱惑。那要不亲一个？也许是酒劲上头，我主动凑了上去，嘴上还嘴硬的说着，可是你比我高，会不会影响我做揖呀？毕竟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我不太懂。周牧野却按住了我的后脑勺，强势的拉近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吻了上来。没事，我其实就是迷迷糊糊的，我根本没懂这句话代表了什么，脑子里只有2个想法：1，那还挺巧；2，这人嘴好软。后来我经历了这辈子从没想过的屈辱。我盯着天花板发呆时，脑子里还划过昨晚的对话。周牧野，你停手！什么？不好意思，哥，我突然听不见了。你他妈什么？你爱我？我也爱你呢，宝贝。无能狂怒的我只能报复性的把周牧野赶到7、8公里外的店买中午饭来惩罚他。忽然我想起来自己身负重任，我只能擦干并不存在的眼泪，拿起手机，在众多网友的关注中改了名字，被啤酒反攻了。呜呜，越想越气的我还发了条微博，警醒后人，网恋有风险，面基需谨慎，评论区全是问号。自以为是，快讲讲细节啊！我在床上急得挠了好几下屁股。要不这样吧，你直接开直播，我们广大网友用雪亮的眼睛帮你评评理。对，我们都是博览群书的文学鉴赏研究员，一定不会让你吃亏。我回了最后一条，我昨晚已经吃了最大的亏了。那群破看文的立刻抓住了重点，有福气。就在我想让他们别瞎说的时候，一个熟悉的 ID 出现在了评论区。哭什么？跟我周牧野委屈你了？网友直接炸了。你跟周牧野网恋上了？请问这个网恋的风险是什么？
注意不要激动到猝死吗？周牧野是同楼上的，你不知道吗？他刚出道就说自己喜欢男的。是的，周牧野确实是娱乐圈少数的比较大胆的人。2年前，他在大一的时候被星探发掘出道，靠着演技和颜值爆火。娱乐记者采访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他无比认真的看着镜头说：首先，不管什么样的女孩子都很好。其次，我喜欢男的。这段采访让他又火上了一个层次。听说那段时间他的微博私信全是男同，他一个没理。也因此，他从来没跟女明星炒过 CP。曾经有个女明星试图搞点事情，结果被周牧野的男粉丝冲了评论区，可谓娱乐圈难得一见的炸裂场景。而现在，更炸裂的场景诞生了。我在看到周牧野评论的那一刻，两眼一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他怎么找到我微博的？我这边全是当初网恋发疯时说的不堪入目的话。与此同时，周牧野像是知道我在膈应这件事似的，发来一连串语音给了。哭什么？对我不满意？可是你明明梅奔现之前在微博上说过，无论我什么样你都会喜欢到发疯的，怎么？这些山盟海誓只是你拿来欺骗我这个单纯男大的手段吗？听到最后一条语音，周牧野故意拉长音调喊我哥哥时，我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慌的像是有豺狼虎豹在身边虎视眈眈，等着将我拆吃入腹。最终我脑子一抽，起了逃避的心思，趁着周牧野还没回来，收拾东西火速跑路了，并将他的各种联系方式速速拉黑，连那个发疯用的微博都注销了。等缓过来时，我已经在高铁上了。打开手机，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了无数条消息。宝贝，你这是跑了？是对我真不满意吗？我没有那么差劲吧？我天天锻炼的。乖，把定位发给我，我去接你。有什么事我们当面好好谈行吗？哥哥，别不理我，则既然你想跑就跑吧，不把你抓回来，我就不姓周。毕竟当初可是哥哥你先纠缠我的哦。说到最后，周牧也发了一个恶狠狠的眼表情，给我看得冷汗直流，但同时也让我约约察觉到了他隐藏在完美皮囊下的执着。就在我想着怎么回答的时候，手机弹出了一条新闻：知名演员周牧野被甩。看到熟悉的名字，我下意识就点了进去。一张截图映入眼帘，是周牧野2分钟前发的微博。逃跑可以，但哥哥你一定要藏好哦，别让我找到了，不然我会打得你屁股开花，让你知道一声不吭就离开的不乖小孩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配图是一条乱七八糟的墨蓝色领带，这是我不小心落下的。我愣住了，犹豫2秒后，我点开他的最新微博，热评第一是他自己，应该算是被甩了吧，真伤心啊，但无所谓，把他抓回来我就会开心了。评论区直接炸了，哥，你看着清冷乖巧的，怎么说话这么疯？周牧也喊哥哥，是年下疯狗。虽然但是好刺激，追老婆的时候能直播吗？只有我注意到这个领带不仅打了结，还被人扯得变了形了。我猛地把手机扣在腿上，一边害怕一边又害羞到耳红，脑子里不禁想到了在游戏里刚跟周牧野认识的那会儿，我和朋友阿奇开小号玩的时候匹配到的他。那个时候他还穿着登录自带的皮肤，在游戏里走人机步，一看就是新手。我朋友阿奇比较暴躁，在周牧野被人一枪爆头后冷冷嘲讽道：你真的不是人机吗？实在不行多去练练吧。我扔把米在手机屏幕上，击打的哎。好了好了，咱俩刚玩那会儿不也这样吗？我赶紧开口安抚他。一直没开麦的周牧野忽然开了麦，谢谢，声音很轻，听起来胆怯的不行。我那个保护欲一下子就上来了，直接夸下海口，就凭你这句谢谢，哥今天一定带你拿第一。好，谢谢哥，好有礼貌的小孩，我一定要好好发挥。用技术收获小迷弟的时候到，砰一话没说完，
我就被人一枪爆了头。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我甚至能清楚听见阿奇努力压制怒火的呼吸声。最后他似乎被气笑了。里面你们今天一个两个是不想让我上分了，对不起。下局我一定努力。你最好是一局结束，我加了周牧野，主动把他拉进了队伍。上局哥说带你吃鸡，发生了一点意外。再来一局。耳机里传来了男人乖巧温柔的声音。好，哥哥加油！一声哥哥，直接给我叫的自信心爆棚。开，我要大杀四方。结果最后连输5局，其中2局落地成盒，剩下3局也没进前3。给我打沉默了。场上态势转换，这下轮到阿奇哄我了。哎呀，没事的，小小游戏。大不了我们换个游戏玩，但我一上头就会变得不撞南墙不回头。于是我不停的跳伞，到后面周牧野都会玩了，他甚至带我们赢了一把，破防了家人们。那我之前说要带他吃鸡的豪言壮，这算什么？算我装逼吗？无比破防的我终于决定放过这个游戏了。散了吧，对大家都好。退出队伍后，我在床上躺了很久，最后还是没咽下这口气，又上线给还在打游戏的周牧野发了消息。今天状态不好，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明天我肯定带你赢。或者我俩玩玩的游戏呢？算了，我王者什么的都很菜，就吃鸡比较厉害。叽里咕噜的发了好几条消息，对面忽然发了3个问号过来，但又很快撤回，重发了一句再说吧。简单的3个字让我的胜负欲上来了。不能再说，我一定要带你赢。加个微信吧哥们，我魔鬼训练完找你。第2天早上对方才发来一串号码。我就这么和周牧也有了更多的交流，也眼见着他越来越厉害。游戏里我从一开始的信誓旦旦要带他赢，变成了老弟打游戏吗？带我呗。心态上我从一开始的只是单纯觉得他话少声音小，变成了好可爱好喜欢。声音怎么这么软？多叫几声哥哥听呢。是的，不得不承认，我好像在游戏里对这个男大学生可耻的心动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性取向，我就不敢表现出来自己的小心思。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因为那几秒的小心动，更加频繁的去找他，跟他联系。知道我是男同的阿奇看出我对周牧野有点小心思，他就在打游戏的时候故意帮我旁敲侧击。那个小周，你跟我们打游戏，你女朋友不会闹啊？周牧野言简意赅的蹦出2个冰冷的字，不会。闻言我心一凉，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原来他有女朋友了，我的心情顿时郁闷下去，打游戏也没劲了，一连好几局都直接落地成盒。不打了，过2天再打吧。说完我直接退出了游戏。阿奇立刻发消息来安慰我，没事哥们，世界上有35亿男人，我们没有时间在小周身上难过了。走，上号，哥再带你找男人去，我非常感动。阿奇你真好，你要是0就好了，我一定。闭嘴，你别恩将仇报，我告诉你，老子的屁股不是你能消想的。我就假设一下，别假设，我害怕，服了。说着我重新登上了游戏，跟阿奇开了一局，聊我单身25年苦逼人生。好不容易有个心动男嘉宾，还是直的。大概爱上一个直男是每个男童的宿命吧。聊到痛苦之处，周牧野的消息蹦了出来，你在生我气？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可以直说，我改，我动作一顿。要是以前，我肯定会发一长条话，比如我靠，我怎么可能生气？你小子别乱说好不？但今天我只敲了2个字，没有。周牧野回得很快，也很直接。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玩了？而且你最后一局为什么突然不开心了？我愣住，没想到他关注到了这一点。我没有不开心啊，周牧野，骗子！我沉默了。不是，这小孩。
懂不懂人情世故啊？再说下去，当心我一个激情告白给他这个大直男吓死。就在我纠结怎么回答的时候，耳机里突然传出了阿奇幽怨的声音：“你他妈就看着我被人打死！靠！忘了还在打游戏了。”我手忙脚乱回到游戏。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回了条消息，此话一出，阿奇直接开启嘲讽模式。什么消息这么重要？打游戏都不认真？就你这还在人小周面前说要带人吃鸡呢？你能碰到人鸡屁股上的毛都算你牛逼。提及往事，我又破防了。是的，我就是这么容易破防的社畜。怎么说话呢？哥们儿，那是不想吃鸡吗？我那是无私奉献，故意把第一让给他们的。吹牛吧，你就有的时候真的想把他嘴缝起来。就这么聊着，又开了一局。战局进行到白热化时，周牧野的消息又蹦了出来。我想了想，你不会是因为我没有说自己没女朋友所以生气的吧？他怎么这么敏锐，完全不像直男。就在我想回复他瞎说的时候，阿奇的尖叫声从耳机里传了出来。他哥的，理念你在干什么？人家两个人都恨不得跑你怀里，你为什么不打？你蹲那儿孵蛋呢？你就庆幸你是我兄弟吧，不然我一定骂你骂到我封号，我小心翼翼道歉。真的很对不起。封号斗罗，阿奇退出游戏了。他给我发消息说，把你家门打开，老子现在过去。我倒要现场看看谁给你发的消息。我诚实回答，是小周，他找你干啥？问我为什么生气，消息刚发出去，周牧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心里一颤，磨磨蹭蹭按下了接通键。说话时嗓子都紧张到发涩。喂，干什么打电话给我？对面沉默了一下，明明只有2-3秒的时间，我却觉得格外漫长。攥紧了手机等待他吭声，最后等来了一句：你喜欢男的。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感觉空气都稀薄到喘不过气来。他察觉到我对他有意思了。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那他会不会讨厌我？周牧也再次开口，温柔的话里带着几分步步紧逼。怎么不吭声？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长达10几秒的安静后，周牧也忽然轻笑一声，语气多了些轻快。看来我猜对了呢。随着这声轻笑响起，我感觉耳朵被人吹了一口气。那一刻，仿佛有微弱的电流顺着血液传遍我的四肢百骸，跟还未消散的紧张纠缠在一起，让我面红耳赤。最终，我破罐子破摔，超大声怒吼道：是，被你猜中了，而且还对你有意思。怎么？你要删了我吗？笑死！你删呗。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你。你也就很一般呀。周牧也又笑了。你在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说要删你了？啊？直男不是都不太喜欢跟男同玩吗？谁跟你说我是直男？我的耳朵听到什么？我眨了眨眼，脑子里像是被烟花炸了一样。最终，我憋出了一句：那我可以追你吗？周牧也回得很快，可以。就这样，我开始大胆的向周牧野表明心意，各种骚话层出不穷。由于他平时说话温温柔柔的，还会在游戏里乖乖的喊我哥哥，我就下意识把他当成了零，不是老婆就是宝宝的喊。他一开始还会欲言又止，想说什么，但最后就不吭声了。确认关系后，他也任由我喊他老婆。直到今天奔现，我才知道自己错的离谱，也明白了一开始喊他老婆时他的沉默。周末结束，我拖着依旧疲惫的身体坐地铁赶去了公司。车厢里，旁边的女生正兴奋地讨论着什么。我本不想听，但周牧野这3个字实在太有吸引力。我主动竖起了耳朵。年下顶流公，强势追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文学。不过那个小受也挺牛逼的，网恋到周牧野也就算了，还吃饱了就跑。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昨晚周牧野的 IP 地址都变到我们这边了？那个小兽不会在我们这个省吧？大胆点，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呢。说完，两人的眼睛就像雷达一样，小心翼翼扫视整个车厢。就站在旁边的我，别看我，别看我，在这俩姑娘的雷达眼神下，我终于熬到了站，逃也似的跑到了公司。刚到门口，正好撞上老板傅若锦。他抬手拦住我，最后欲言又止的放了下去，看向我的眼神却透着隐隐的同情。什么意思啊？在这儿跟兄弟变脸呢？傅总，您是有什么事吗？老板推了推金丝眼镜，恢复了以往常见的高冷模样。没事，刚认错了。我狐疑的盯了他一会儿，他则云淡风轻的看向前方已经合上的电梯门，像是真的认错了人。到达员工楼层后，我走出电梯，忽然似有所感，转身看向电梯里的老板，他正在低头在手机上敲着什么。加班到晚上，就在我纠结等会儿吃什么的时候，微博提醒我关注的周牧野有更新。我随手点了进去，却在看清内容时僵在了原地。他发了张照片，佩子，找到你了哥哥，给你半个小时换个地方藏，不然被我抓到了就等着屁股开花吧。那照片上的写字楼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栋。靠！周牧野怎么找到这里的？看着屁股开花这4个字，一些不妙但是在某方面又很妙的记忆在脑海中浮现，最终汇成一句话：不想被弄死就快跑。妈的，我怎么这么惨？我快速伪装好自己，鬼鬼祟祟的下楼逃跑。电梯里有女同事兴奋的交流着。我去，周牧野那个逃跑的男朋友在我们这里上班，快下楼去凑热闹。实在不行，见到周牧野也成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到，反正我是没见到。我鬼鬼祟祟的从侧门逃跑了，想打车直接回家，结果晚间高峰期一直打不到车，气得我直接蹬共享小电驴回去了。而离家越近，我就感觉越安全。最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停好车，我哼着歌走进了回家的小巷。昏黄的路灯一盏一盏延伸向远方，照亮了我回家的路，也照亮了我家楼下那道顾长的身影。他穿着随处可见的灰色连帽卫衣，宽大的帽檐遮住了他的上半张脸，只剩几缕红发跑了出来，被风肆意吹乱。一个银色的打火机在他指尖转动着，火光忽明忽暗。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他抬头朝我看过来。对视上的那一刻，他手中的打火机啪的一下合上，像是锤子一样敲定了故事的中童。眼看着周牧野一步步朝我走来，我扭头就跑，却被他几步追上，抓着衣领按在一旁的墙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扯下口罩，笑得又坏又疯。看来你没藏好啊，哥哥。我紧张的咬住了唇，抬头看着他。怎么找到我的？周牧也没吭声，只是从卫衣口袋里慢条斯理的掏出了我之前遗忘在酒店的领带，黑眸沉沉的盯着我。手并好，被抓住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我乖乖将双手手腕并在一起，任由他将领带缠紧，然后牵着另一端朝我家的方向走去。即使路上没什么人，我的耳朵还是红了个透。羞耻感将我包围，促使我加快了步伐，甚至干脆跑到周牧野前面拽着他跑。周牧野表情怪异的到了我家门口。我要找钥匙，我把被绑住的手放到他面前，示意他解开。周牧野没动。在哪儿？我低头看了看地毯。他愣了愣，有些无语的蹲下身掀开地毯。看到钥匙的那一刻，他啧了一声，起身故作凶狠的捏了捏我的脸。你家这安保系统几乎为零，奔现后听不得某个数字的我莫名其妙破防。闭嘴，你不许讲话了。周牧也被我理直气壮的话整气笑了。我又怎么了？奔现完不想负责的人又不是我，我凭什么不能说话？我更破防了。那你谈恋爱期间也没说你是一啊？周牧也一脸无视，因为我一开始都想到为爱做零了，谁知道你？他的目光一垂，在我脑袋顶上转了转，因为身高这种奇葩原因退缩了，
那我只能被迫扛起重任了。说到后面，他叹了口气，摆出一副很是为难的表情，实际上眼里的笑都快溢出来了。对了，周牧也跟在我身后走进屋，随着门啪嗒一声关上，他毫无预兆的扯了下我背后的衣服，我一下没站稳，踉跄后退一步，撞进他怀里。下一秒，他从身后将我紧紧抱住，脑袋像粘人小狗一样搭在我肩膀上，语气却透着显而易见的危险。理念，你为什么不要我？这是认识以来他第一次喊我名字。我看着满屋的黑暗，不好意思的解释着，我没有不要你。他的声音闷闷的，一本正经的控诉我。骗子，你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明明就是要甩我。我干巴巴的重复着，我真的没有不要你。周牧也哼了一声，那你为什么逃跑？我沉默了。跟着他的问题一想，我逃跑的理由真的很简单，也因为这个简单变得格外炸裂，并让人无语到不好意思开口说出来。毕竟我总不能说是因为被他发现了我网恋时发疯说骚话的微博而惭愧到不敢面对他，所以逃跑的吧。这理由还不如说我是因为自己被反攻感到羞愧逃跑等等。我竟然不是因为后面这个理由逃跑的吗？后知后觉发现重点的我愣怔了半晌，直到周牧也捏着我的脸颊转过我的脑袋，和他担心的眼神对视上。怎么了？喊你半天也不吭声。我认命的闭上了眼，没事，就是发现了一个自然界的真相。他还想问什么，却被我再次揪住了嘴巴。闭嘴，我真的没有要甩你，我只是接受不了微博被你发现了。意识到重点的我忽然觉得这个理由一点都不炸裂，说出来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啊，易如反掌。毕竟他再炸裂也炸裂不过我活了26年才发现自己真的在自以为是。我竟然是个零，真的要两眼一闭昏过去了。终于听到答案的周牧也愣了愣，随即疑惑皱眉，眼里全是不解。所以你不是因为我当了一？我生无可恋的再次揪住他的嘴，闭嘴吧，我真的求你了。周牧也眨了眨眼，忽然笑出了声，还挣脱了我的手，笑得直不起腰。什么呀？就这个原因？哈哈哈哈！我服了你了哥。我走到沙发前面无表情的坐下，很好笑吗？周牧也一本正经的回答我，不好笑吗？我快笑成大粪了，气得我抓起沙发上的抱枕就要给他2下，最后打着打着，莫名其妙和周牧也一起躺在了沙发上。事态好像往奇怪的地方发展了。不是你先起来，不要。几天没见，我好想你，我们那么契合，你就不想我？我红了脸，滚呐！尾音还没落下，我就被他的吻夺去了说话的权利。第二天，因为屁股开花而一通一拐前去上班的我，再次在公司门口撞见了老板傅若锦。我立刻想到了昨晚周牧也跟我说的话。我怎么找到你的？傅若锦跟我说的呀。他是我表哥的大学同学。我其实认识你，在打游戏之前，我跟着表哥去傅若锦公司谈项目，见过你很多次。思绪回归，我紧紧盯着傅若锦，最终他先开了口。抱歉，是周牧也逼我把你地址给出去的。你怎么不直接把公司整个打包给他呢？因为我老婆也在公司里，提到自己的对象。傅若锦那常年高冷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我脑子一抽，给他比了个中指，留下一句给我加薪后，一通一拐的走出了电梯。刚坐下，微博就提醒我关注的人发了动态。点进去是周牧野的一张自拍，他躺在我的床上，笑得无比灿烂。佩兹，老婆出去打工养我喽，开心。西西评论傻眼了，不是，你小子这么快就抓到老婆了？很难不怀疑是情侣间的小把戏。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儿，失恋了，周牧野，我以后再也不分你了。楼上给我笑死。有没有猛一？快来这个评论区收留心碎小林，脱单在此一举。看着看着，周牧野的消息发了过来。什么时候下班？我刚到公司上班。什么？时间过得真慢。无语。就这样，我和周牧野开启了真正的恋爱生活。我每天正常上班，
他则比较忙，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他除了工作拍戏和正常的学业外，还有自己报的培训课程。有的时候忙起来，我们好几天都见不到面。比如这次，他从国外拍戏回来，立刻赶去学校交作业。我们已经半个月没见面了，我不想他的，我一点都不想，真的。我站在他学校门口，不断对自己说着，手上还不忘拍了张校门口的照片给他。5分钟后，周牧野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雀跃：“哥，你来接我了？”我还在嘴硬：“没有啊。”网上搜的图，对面没说话。我以为他是被这句话伤到了心，又赶忙哄他：“哎呀，我承认好吧，我就没忍住想早点见你，所以跑过来了。”下一秒，我被人从身后抱住，我还没转头，独属于他的味道和温度就将我包围。我感受到他胸膛剧烈起伏。你是跑过来的？隔着口罩，周牧也轻易的蹭了蹭我的脸。对啊，见喜欢的人不就应该跑起来吗？即使听过他说了很多次情话，我在这时还是翘了下嘴角。幸好有口罩挡住了，不然周牧野这小子不知道会有多唱死。回去的路上，周牧也上了热搜，有人拍了我和他在校门口的亲密拥抱视频。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视频，开始扒我的身份。仅仅半天，我的身份就在互联网上尽人皆知。令人意外的是，骂我的人很少，求我开个账号记录日常的人倒是很多。我趴在沙发上，把这些评论给正在削苹果的周牧野看。你说我开不开账号呢？他回答的很干脆，开，不仅要开账号，你还要利用这个账号赚钱扩充你的小金库，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我抿了抿唇，这不就是蹭你热度吗？那是我的荣幸。我还想说什么，他却塞了一块苹果堵住了我的嘴，认真的盯着我的眼睛说，而且如果没有这个账号，那些娱乐记者就会一直拿我们的私生活当消遣，打扰我们，所以不如我们主动走出这一步。而且你不用有任何负担，反而是我的出现让你的生活变得乱糟糟，所以你对我做什么都是对的，无论什么。当然，除了让我做零最后一句话，成功让沉重又暖媚的气氛破碎，只留下对我的爱充斥在空气中。看，这就是我爱的人，乖巧懂事，聪明理智，即使比我小4岁，他也不会幼稚办事。想到此，我主动抱住他，像他做过无数次那样，将脑袋埋在他的脖颈。周牧野，我很荣幸遇见你，即使重来无数次，我还是会踏上那趟奔现的列车，去奔向你。也谢谢哥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即使重来无数次，我还是会装灵勾引你。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爱你。